生理上讲，睡眠是人体自然的恢复过程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们的身体处于一种低能耗的状态，此时身体组织得以修复，肌肉和内脏器官都能得到恢复和重建。对儿童来说，睡觉能让生长激素分泌，增加脑部智力的增加和肌肉骨骼的组织生长。对女人来说，睡觉能让褪黑激素增加，使皮肤亮丽美白。对老人来说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身体的恢复机能开始减慢，高质量的睡眠成为身体自我修复与维修的关键时间。在这个时候，身体细胞得到更新，肌肉组织得到恢复，有助于缓解老年性疾病的症状。然而，成年人一天理想的睡眠时长通常建议在7到9个小时之间。这个建议是来自美国国家睡眠健康组织。然而，许多人都无法一觉睡到天亮，甚至到天亮前，许多人都无法睡着。作为一个曾经深受失眠困扰的人，我深切理解那些夜晚的煎熬，那种望着天花板入睡无门的无力感。但是，当我开始深入研究和实践各种快速入睡的技术，我发现了改变生活的秘诀。优质的睡眠不仅关乎明日的活力，更是身体健康与精气神的保证。一般来说，失眠的人在晚上大脑活用的程度是白天的2倍以上。想要缓解失眠，必须先让大脑冷静下来。失眠的人可能对内部更为敏感，如身体的感觉痒或痛，失眠时会感觉得更痒或者是更痛。当白天有一些事情困扰的时候，失眠时的思考活动会更加的活跃，也就是烦的事情会更烦，这也是痛苦的来源。如果你想要快速的入睡，可以尝试以下一些经验之谈和策略。这些策略旨在帮助你缓解思维活跃，并且放松身体，从而更快的进入睡眠状态。第一点，我们首先要了解，人体本身就有生物时钟的机制，每天在相同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，这包括假日和周末。调节身体的生物钟，有助于解决失眠的问题，使入睡的过程变得更容易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生物钟是有分睡觉的生物钟和起床的生物钟。你可能会发觉，有时候很晚睡，但该起床的时候还是会自然的醒来。所以想调节生理时钟，必须定好睡眠和起床的时间。以成年人来说，每日10点准备去睡觉，然后在次日6点醒来，慢慢起床，这是不错的生理时间段。第二点，你要知道床仅用于睡眠和亲密行为，除这2件事以外，其余都不要在床上做。这包括避免在床上工作、看电视或者是其他非睡觉活动。这目的是帮助大脑将床与睡眠关联起来。长久以往，会让你一见到床就想睡觉。当你躺在床上时，脑部必须要全部放空。如果你能做到，这是最快让你睡着的方法了。就像你工作操了一天，全身累得半死，只要一躺下就能睡着。可惜，大部分的成年人在工作了一天后都不够累。当你不够累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使用一点催眠术，创造一个有助于睡眠的环境。当你躺在床上时，脑子只有浮现一句话，那就是我好累。闭上眼睛，一直重复的我好累这句话。当你重复这句话在脑海时，会摒弃掉脑子那些多余的想法，这可以降低大脑皮质的活跃性，使你冷静下来。你可以感觉到从颈部一直到肩膀的肌肉慢慢放松了，接下来是背后与腰椎的部分也渐渐松弛下来了。你屁股的肌肉此时是如实的贴合床板，重复着我好累这句话，就连白天久站的双脚这时也都得到了放松。你可以感觉到这时血液会慢慢的流向身体的末梢，脚心会感觉温热。你知道，如果再告诉身体我好累的话，你就要睡着了。这时候你的呼吸会变得缓慢，全身都得到放松。如果你成功的话，你将得到一夜良好的睡眠。除此之外，去除外在环境的干扰也是很重要的。长期失眠的人要确保你的睡眠环境足够安静、黑暗和舒适。如果房间里有环境光，使用窗帘或睡眠面罩来遮挡光线。如果有不规则的噪音，考虑使用耳塞来屏蔽。重要的是你的床必须足够舒服，比如床的气味是一般人会忽略的重点。通过清洗床单与被罩，
在太阳光底下暴晒，这些贴身的织物可以产生令人愉悦的气味，这对舒服的睡眠是一大帮助。如果你不能通过放松身体和心灵的催眠术来加速睡眠，那你可以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躺在床上呼吸。你可以尝试慢呼吸来缓解压力，慢呼吸可以减少身体的紧张感，慢呼吸可以帮助你清空脑海中的杂念。许多人透过慢呼吸都成功解决了失眠的这个问题。当然，你在睡前避免刺激性物质进入你的身体，比如摄入咖啡因等饮料、尼古丁或者一部好看的电影。这些物质会影响你平稳的入睡，让你的身体转为兴奋。这些都算是常识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在睡前不要喝过多的饮料，虽然这也是常识，但如果敢喝牛奶的人，在睡前喝一杯200cc 左右的温热全脂牛奶，有助于帮助你的睡眠。尤其是女人，牛奶中的色氨酸可以促进褪黑激素的生成，同时也具有自然放松作用。色氨酸可以在睡眠的作用下美白女人的皮肤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。对于那些希望以自然方式改善睡眠质量的人来说，选择一些可以帮助促进睡眠的食物会有所帮助，比如香蕉含有钾和镁，这两种矿物质可以帮助肌肉放松，它也含有色氨酸，这是一种可转化为安眠荷尔蒙和褪黑素的血清素物质。而杏仁富含镁等微量元素，它被认为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有所帮助，尤其是在失眠患者中的实验，每天摄取3到5颗杏仁也可以慢慢改善失眠的问题。在坚果中，核桃也能帮助睡眠，而核桃外形神似大脑，在中医认为核桃是不可多得的补脑圣品。核桃也可以调节睡眠周期，在调节生物时钟的时候，可以吃一些核桃，它会帮助你更快地定下身体的生物钟，也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，远离烦躁。除此之外，一小勺的蜂蜜也可以促进胰岛素的释放，这有助于安眠色氨酸进入大脑。不过前提是要真蜂蜜，不是糖膏做的合成蜂蜜。最后一项是鸡肉。美国研究调查发现，鸡肉也富含色氨酸。很多人声称感恩节吃火鸡之后会感到昏昏欲睡，在调查之后发现，鸡肉中的色氨酸含量也很高，这与台湾人爱吃烧酒鸡，吃完了之后开车上路也昏昏欲睡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虽然上述食物可能有助于提升某些人的睡眠质量，但你应该认识到，适量摄取饮食平衡是重要的。如果单靠食物来解决严重的睡眠问题，这显然是不够的。失眠并不是一种疾病，但是如果你有持续的睡眠困难，这可是比一般的疾病更为严重的疾病。对成年人或老年人来说，大部分长期的失眠在于生物钟的混乱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白天睡了，晚上自然睡不着。不要急着反驳我，失眠是自己的事，痛苦也是自己承担。如果你长期为失眠所苦，白天在你想睡的时候，你可得千万忍住，不要想只睡10分钟，因为一次10分钟的深层次睡眠可以抵得上1个小时的正常睡眠了。如果你白天真的需要打个盹，请确保不要超过20到30分钟，以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。长期的失眠和睡眠障碍会对自己的健康产生各种不良的影响，并增加患病的风险。比如长期睡不好的成年人容易罹患心脏疾病。西医认为，由于长期失眠或睡不好，会导致血压和心率的异常。长期的失眠被认为是与心脏病发作、心力衰竭、高血压和中风有直接的关联。对中医来说，心脏属火而睡眠属水，长期晚上不睡觉会使得心火过旺，容易产生心悸或心痛的问题。而心火过旺同时也会引起失眠的问题。就失眠来说，中西医的看法可说是大致相同的。除此之外，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身体处理葡萄糖的能力，增加了2型糖尿病的风险。睡眠不好会让身体的代谢变慢，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。这部分是因为影响了荷尔蒙的水平，进而影响饥饿感和饱腹感。你可以发觉失眠的人有很大一部分，他们喜欢吃宵夜，不吃宵夜就睡不着。当然，这也是一种生物钟的表现，也可以说是一种习惯。人们经常将失眠与忧郁症、焦虑症和情绪波动联系在一起。睡眠障碍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标志，也可能是一个生理因素引起的。对超过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失眠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经过研究，
失眠会引起记忆力减退、决策能力变差、注意力和专注力下降等问题。许多超过60岁以上的人，为了经济问题仍旧拼搏在工作岗位上，虽然令人尊敬，但他们却不是因为失眠而引起的健康问题，而是因为长期上大夜班或者开夜车。他们是想睡而不能睡的人。不管是失眠还是不能睡，这些与睡眠有关的问题都会引起大脑代谢和血流的异常。许多开车时出现心脏异常，导致猝死的问题也屡见于新闻版面上。而且睡眠对于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至关重要，缺乏睡眠可能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，使你更容易感染疾病，让你变虚，一碰病毒就感冒，一吃不洁的食物就拉肚子。总的来说，人还是要晚上睡觉，白天干活，身体才会比较好。对失眠的人来说，如果真的无法入睡，那就离开床。如果你卧床超过2个小时仍然无法入睡，那么起床去另外一个房间做一些放松的活动，等到困了再回去睡觉，也许是更好的选择。记住，这是一些通用的建议，对不同的人效果可能不同。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通常需要时间和耐心。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只能持续存在，严重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，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会是更好的选择。好了，这里是一本正经的海帕龙，期待与您共享更多的生活滋味。祝您阖家平安，下次再会。